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下基于 Flux 的 Input 技术。Flux 的局部绘制技术呢，其实在原生的 Flux 模型里边是支持的。那我们可以用我们传统的局部绘制的手法，使用 Flux 模型就可以实现对应的效果。但是它的效果呢，不是特别的好。那么最近呢，阿里呢出了一个新的模型，大家看一下。这个模型呢叫做 CounterNet Inputting， 而且是一个 Alpha 的版本。那么这个模型呢是基于控制网络的一个局部绘制技术。那么这个绘制的效果呢，应该说是非常好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不管它去将这个人脸换成埃隆马斯克，将这个人物侧边的这个东西给它补齐，将人物的衣服给它换掉，甚至呢我们去增加一些文字，这个都是可以非常轻易的做到的。但是呢，我可以这样讲，就算呢你知道核心的技术可以使用这个模型来实现比较好的局部绘制，但是呢可能大家做出来的效果呢也是参差不齐的。那我们来看两组图片，那很多人做出来的这个局部绘制的效果呢是这个样子的。你注意，美女手里的东西呢在不断的发生变化，那么大家觉得呢这个绘制的效果呢应该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又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包括在这些图片里边，你会发现像这种情况，美女手里边有一个小狗还有像美女手里边有一鲜花，它本身是不符合现实世界的这种情况的所以说呢我们只是从视觉上觉得它还合理，但是在实际上来讲呢，这种情况是不应该存在的。那么这是第一组，那我们再看第二组，同样是这个人物。那我们在局部绘制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效果就会好很多。那比方说这个小狗的图片，那这个小狗呢就不是一个狗头悬浮在两个手的中间，而是这个人好像在抱着这个狗。各种各样的情况呢其实就会更好。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距，核心技术没有差别，都是那个局部绘制模型。那关键点到底在哪儿呢？那我们就逐一的来给大家诠释一下。下边呢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模型的安装。首先呢是模型下载，你只需要将这个模型下载下来，把它放在我们 ComfyUI 的 CounterNet 的文件夹里边就可以了，不需要安装任何第三方的扩展库。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 ComfyUI 的最新版的更新里边已经实现了这样一个节点，大家注意，叫 CounterNet Input 阿里妈妈 Apply， 它本身就是对那个模型的一个支持。所以说你会发现，那ComfyUI 的官方呢已经对这个模型做了支持，那你可以猜想它的效果应该是有保证的。那到底情况怎么样呢？我们逐一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呢，我们来做一个基本的 Flux 的工作流。那本身呢，这个工作流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它没有采样器的一个部分我们把它给补上，让它成为一个完整的纹生图的工作流。将参数稍微的调整一下，那整个工作流呢就做完了我在这儿写了一段提示词，主要是一个女孩呢在捧着一个汉堡包在吃，是这样一个场景。那我们运行一下这个工作流，看一下纹生图的情况，会发现一个女孩拿着一个汉堡包，整体的画面构成色彩呢都是非常不错的。下边呢我们来实现一个 Input 的效果。那我之所以用这个工作流呢，第一个是让大家参考提示词，第二个是方便我们使用这里边各种各样的这个组件。我们现在其实并不是一个 Input 的一个工作流的状态其实我们的 Input 并不会在采样器或者外部的工作流里边表现出来，而是在我们的 CounterNet 里边表现出来的。所以说呢，我们来看一下最核心的这个节点，它本身是一个 CounterNet， 所以说这边呢它连的是一个 KeySampler。 大家注意正向的提示词呢我们这儿需要加这个 Guidance， 值呢我们同样按官方设置成 3.5， Negative 连上。下边呢我们把能补齐的先给它补齐。这样我们选的模型就是阿里妈妈这个模型。大家注意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由于需要局部重绘，所以说呢这个我们是需要添额外的提示词再生成正向的条件的，所以说这个位置呢不能简单粗暴的这样去做。那我们还是先要获取一下 clip， 然后做一个 text encode， 这个就是比较合适的一个工作流了。
那下边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的 image 和 mask 的部分。所以说呢，我们在前边呢来加载一个图片，就把我们刚才生成的这个给它传上去就可以了。mask 待会儿我们会在这儿进行绘制，这个地方我们就直接连上它。下边呢，我们给它绘制一下 mask 的部分。当然，你可以通过 Segment Anything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遮罩的选择器来检测出来这个物体。我这儿方便演示啊，我就直接手绘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我就把这个汉堡包的遮罩的部分手动的给它绘制出来了。那如果你觉得需要扩充的话呢，可以中间加一个 Browse with Blur。这儿我们给它扩充50个像素，然后 Blur 呢我们给到20，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mask。那这个 latent image 呢，其实也是靠我们这个原始图片通过 VOE encode 得来的。那这样整个的工作流呢，就算是做完了啊。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各个参数的修正。大家注意，这个 strings 呢，我们这儿给到 0.7， 它虽然推荐值是 0.9 到 0.95 啊，我这儿给到 0.7。然后呢 %% 呢，我们给到 0.5 就可以了。你可以再小一点，这个值呢，我建议大家是 0.35 到 0.5 之间。大家注意，这儿的降噪一定要设成1啊，容易设得太小的话呢，就是不起作用的。那基本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你要换成什么，就在这个提示词里边写就行。那告诉大家一个小的技巧啊，你也可以不写。那我们来跑一遍。大家注意啊，现在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但是它绘制的效果呢，的确还是不错的。那你如果再生成，那么它就会变成别的东西。所以说，如果你只是希望去改变这个东西的话，提示词是可以不用写的。大家看一下，这是个零食还是什么？不知道啊，因为我没写嘛。那比方说，我们下边来写一束花，那我们看一下效果会怎么样。大家注意啊，这一束花虽然有点小，但是基本的形态呢是这个样子的。那你可以换成其他的，比方我们可以换一下 camera， 一个照相机。来看一下啊，这是一个照相机。这个效果呢都还是不错的。我们再试最后一个可爱的小猫。再看一下这个小猫，它现在做成了一个不知道这是个啥啊，反正从逻辑上来讲都是不错的。那么大家会发现啊，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得到的重绘的一个效果呢，都还是非常令人满意的。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你注意，在这个手中间呢，的确有一个汉堡包，就是有一个食物，然后呢，我们这个遮罩正好将这个食物给它盖上，所以说呢，里边的这个像素的分布呢，是符合我们生成图像的这个分布的。那我们可以再换一张图像，大家看一下啊，比方我们换这个。大家注意啊，这张图片呢，我当然希望把手这个位置给它绘制一下，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打开 Mask Editor， 为了保证它的绘制像素呢，我们可以让这个足够的大，然后呢，我们给它保存起来。下边呢，我们重新绘制。大家会发现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这儿就多了这样一个小猫的一个形态。那手的这个部分呢，也发生了一个变化。那我们可以换成其他的。比方说我们还换成一束鲜花。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呢，也是有保证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在使用这个内部绘制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生成出来的效果呢，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那不管它是一种凭空绘制啊，就是刚才我展示了2组图片啊，一组是那个手里边有汉堡包，它里边是一个连续的汉堡包的像素嘛，所以说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物体，我们会把这个汉堡包换成另外一个物体，你可以这样认为。
那这个呢就不是啊，这个呢是一个手里边是空的，我们同样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绘制的效果啊。所以说呢，你要绘制的这个区域是不是有一个具体的物体存在，这个并不是非常关键的点。那最关键的在于你这个像素一定要够，太小了肯定不行啊，你太小了之后就会出现我们在对比的时候那两种情况。所以说呢，你这个要足够的大。另外还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截断物体啊。什么叫不要截断物体？比方说我们现在这样去做，注意啊，我这样做，我给的也足够大。那我们来生成一遍，扩充之后是不是会解决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问题啊？就是我在这儿呢，其实是将这个手指的一半的位置给它遮上了。但是它扩充了50个像素，我就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正好把这个手的位置给它盖掉啊？那我们看一下生成的效果。那这个还好啊，但是你注意手指的这个地方其实是有些变形的。我们把它扩充的这个部分给它去掉啊，我这儿换成10，或者是换成0，或者我 bypass 掉它。更好的啊，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能够更好的给大家演示这种情况。大家可能能感觉出来，就是手这个地方，因为它比较硬嘛啊，那我们重绘的时候就没有刚才效果那么好啊。其实我这演示的还不是特别的到位，那因为你会发现这个手指呢其实是有一些变形的，那仅仅是手指变形其实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就把它整个的这个构图都出现变形，这个就比较麻烦了。那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地方还好啊，大家明白我说意思就行。那就是说你尽量的不要在一半的位置上，或者在关键的节点上出现这个遮罩的边缘啊，这个就可以。其实呢，这个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你这个像素一定要大。因为呢 Flux 作为这种大模型，你给的像素不够的话，它怎么画都画不出来。你说没有办法，我就得给这么点儿让它去绘制，那你只能把它放大，然后去绘制。那我们可以简单给大家展示一个，那比方说我就把这块给它涂上，然后呢我们来绘制，这样我们还绘制小猫吧。大家看一下这种情况，是个什么东西？它肯定不是个猫啊，因为你这个区域太小了，没有办法将这个猫的构图给它画出来，而且 Flux 在这种小的像素上的绘制能力呢是不够的。那当然你可以通过抽卡的方式可能得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啊，但是如果你的像素点太小的话呢，你这个还是有一些问题的。那么有人说，如果我现在就想这个往他的手心里边或者哪儿画一个小猫，这怎么办呢？这个你只能把它放大啊，这个跟我们进行这个换脸的那个效果其实是差不多的。我们可以简单给大家尝试一下，大家看一下，就是这种构图就有问题了，很明显啊，这个也不是猫，对吧？因为它根本画不出来。说我现在就要这么干，那只能怎么弄呢？你只能这样啊。我们还是先把它 bypass 掉。那我们先把这个区域给它抠出来，同样是用 mask bounding box。有人说我为什么不将整个的图放大？因为现在已经是1280乘以720，我再放大，那其实呢，我的 GPU 应该是跑不动的啊，我不知道你的会怎么样。我们将 mask 的部分以及 image 的部分给它放到这儿。Padding 的部分我们给它多一点啊，同样我们给到100，然后 Blur 的部分我们给到20，那我们可以 preview 一下 mask 和这个 image。大家注意啊，现在呢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图片的部分和 mask 的部分。我们觉得这个 padding 呢还是做的不错的啊，就是我们大概这么大，留出来的空间也是足够的。下边呢，我们将这个图片呢给它放大，同样放大2倍。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上面做重绘啊，所以说呢，这儿是一个 K sampler， 跟这儿其实是一样的，但是这个 latent 这儿就要发生一个变化。其实不光是这儿，想的太简单了，其实我们整个的这个部分都要发生变化。这个没有问题 ，negative 也没有问题 ，Ctrl Net 也没有问题，也是原来的。
VAE， 关键是这个图片和 mask 没有问题。Image 应该是我们放大的这个 image， 那同样 latent 呢也是这个样子。单拿一个 VAE 吧，连着太麻烦。整个流程呢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当然我们现在得到这个图片呢可能就不是完整的这个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再看一下这个小猫的形态呢就出来了，而且这个手指现在在这儿去捏着这个小猫啊，但是这个手呢其实是有一些问题的啊。那我们可以呢再调大，就是说呢我这儿可以不用2倍啊，你如果用4倍的话，我们再来看。同样我们需要将这几个值给它存起来。大家注意啊，这个已经崩了啊，4倍是不行的，内存扛不住啊，那我们还是2倍吧。那我们把这几个给它存一下。这儿有一个小猫的一个形态，其实还是有点小，可以适当的再放大，但是再放大我们现在盯不住了，对吧？然后呢就是把它给它粘回去啊。我们先把这个图片给它缩回到原始的大小。很多人用这个节点用的不是太对啊，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比方说我们现在把这个给它连上，我们给它将 width 和 height 设成输入项，然后我们 get 一下。我们直接看这个图片，我把这个主子给它固定啊，省得它重复采样。这个有点怪异了啊。那我们生成一个图片，然后把它缩放一下。往回缩小的时候呢，不要用这个 nearest 啊，一定要用这个 like those。扩大的时候倒无所谓，因为呢，你要是用 nearest 有的会出现锯齿啊，所以说这个大家要注意。另外的话呢，就是往回粘就行了。Image composite masked， 我们将 XY 给它转成输入项。原图呢就是我们这个原图啊，这个原图我们给它保存一下。同样我们还是叫 IIT ING， 这样这个工作流构建起来可能就更简单一点啊。这个 mask 也有点太远，同样给它保存一下。大家看一下，那这个效果呢就非常的漂亮了。你注意它的这个细节，各个部分呢都还是不错的。另外呢，我个人也做过一些尝试啊，就是这个提示词呢，你尽量的写的详细一点。就是现在，比方你写的就是一个 cat，那其实呢，你可以写的再详细一点啊。比方说，你可以将上面这个提示词的重点的部分给它拿过来，个人觉得这个效果会更好。这个并不是我瞎猜啊，是在阿里妈妈这官方这个页面上，你注意它这个提示词的写法，其实都不是简单的一个词，它标红的是关键的词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习惯。那我们只需要将我们要改的这个部分给它换掉啊，比方说换成 cute cat， 然后我们把底下这个都让它重新生成一遍，感觉一下。那它在生成的同时呢，我们来总结一下，其实你会发现呢，核心的模型呢，大家都会在用最新的效果最好的那个模型。当然有一些细节点，比方在 input 里边，我们会发现最重要的细节点就是像素的大小。如果像素太小，那我们就需要去放大。放大呢，你可以将任何一种你认为很小的这种细节给它表现出来。当然还有一些，比方说我们认为你的遮罩尽量的不要将某一个物体给它折断啊，就是还是保证遮罩内部物体的一个完整性，方便那整个模型去重绘。另外的话呢，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提示词，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习惯，虽然并没有直接的情况来证明，大家会发现，你看这个小猫呢，它在手里的这个状态，其实比刚才那个是要好一些的。
所以说都是这样一个一个小的细节，让我们的技术表现得跟别人不一样。如果想得到这些结论的话呢，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总结、去尝试，包括有一些灵感的东西，这个只有你多做，你才会得到更好的这个效果。再看一下啊，那我们加了一个提示词之后，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效果，但是这个小猫的对这个状态呢，其实就不够细致，但是它在手上的这种状态表现呢，还是挺好看的。所以说完整的可靠流程应该是下边这个。那如果你的像素足够大，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提示词足够详细，刚才在这儿出现了不太好的那个情况，我们加了比较详细的提示词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构图呢也会变得比较棒。所以说我们可以侧方面的证明，那么官方的这种提示词的写法应该也是对结果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因为我们只写一个单词的时候，这儿根本出不来猫的状态，因为我们这个遮罩并没有发生变化，还是那么点儿就是这个小的遮罩，但是加了更加详细的提示词之后，那你会发现这个效果呢就变得不一样了。今天呢我们说这么多，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